准备一点干的黄豆，加入一点热水，提前给它泡4个小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是一道川味黄豆小面，这里还准备了一块五花肉，皮朝下先给它烙一下。这一步主要是去除残余的猪毛和皮腥味。烙黄过后，把它挂洗干净。烙好的肉放入清水下挂洗干净。现在把五花肉改刀切成小条。五花肉切好后下锅焯水，加一点料酒。焯好水过后，用漏瓢漏出来冲洗一下。另起锅来一点点油，放点油的话，主要是防止肉下锅的时候粘锅。用中小火慢慢的煸炒。这一步主要是把五花肉里面的肥油煸炒出来，炒出来油舀起来。肉炒出油之后，来上一点姜葱、八卦大料、四川豆瓣儿，来2滴老抽酱油，再来半勺料酒，下提前泡好的黄豆儿，加入水，调味一点生抽、盐、糖、胡椒，烧开过后盖上盖子，转最小火烧1个小时。锅里面烧的时间比较长，先吃块饼干垫着一下肚皮，要不然等一下饿了。垃圾放口袋，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再丢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人到了30岁过后啊，那个胃口就特别的好，感觉每天总是吃不饱一样的。大家30岁过后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以前的话，吃一点点或者是不吃早饭都可以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就是总感觉吃不饱。每一次打开这个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啊，都是某某传奇，全是请的明星代言，我就想知道这个传奇到底有多赚钱。反正我就是因为水这个传奇，然后导致初中都没有读毕业，一心就想着水这个游戏。不过现在也不想水了。现在把小面的位置打起，蒜末、酱油、生抽的、鸡精、醋、辣椒油、香油。黄豆已经烧来差不多了，揭开盖子，把这个姜葱还有八卦大料拎出来不要，再调一点谷氨酸钠。和转呢，我们黄豆烧入的面臊子就已经做好了。加关火先扛起来，锅内水开，下2两面条，面碗内来上一瓢面汤，丢入几根豌豆颠。面条煮熟过后夹出来装碗。最后给它舀上几坨肥梗儿跟这个黄豆，撒上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黄豆烧肉小面就做好了，真的吃起来有肉有菜有面，非常的过瘾。面臊子我们可以一次多烧点，放在家里随吃随取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，一个人吃完面就差不多了。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麻烦，它是看起来麻烦，但是一劳的话3益。你烧好这个臊子，随时吃随时取，也可以用来下饭也安逸啊。这黄豆好趴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吃这个肥梗儿。肥梗儿也烧的老趴的，一点都不闷人。现在做菜必须要把围腰跟这个袖笼子穿起，不然老板要掏人。上个星期掏了我。吃起来就是爽，就是过瘾。不过黄豆吃多的话，要排气，在电梯里面排气的话就恼火了。一碗面就要干完了，这个汤不喝啊，这个汤不是骨头汤，就是普通的开水。
如果是骨头汤的话，我汤都要把它喝了。搞定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是想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好久都没有吃肥肠了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酱油肥肠。加入盐，反复的给它刷洗个4到5次。具体怎么清洗和处理肥肠，大家可以翻一下我往期的视频，有非常详细的教程。清洗干净的肥肠，冷水下锅，来点料酒，先给它焯一水。焯开过后打去浮沫，再煮3分钟，捞出来冲洗干净。焯水洗净的肥肠给它切成筒筒。肥肠这里面的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是撕的比较干净啊。酱油肥肠的话，也算得上是川菜中的一道名菜了。江油人早上都是镇子干饭加肥肠，想想就过瘾了。泡辣椒切一下再剁碎。再来准备一点姜、葱、蒜、八卦、大料、梳子皮皮、梳子叶叶、干辣椒、干花椒。锅内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，5成油温下入肥肠，先把肥肠爆一下，这样子吃起来的话才不会油腻并且香。肥肠用油一爆，看起来就安逸噻。来上一点四川豆瓣儿。刚才准备的这些小料，老抽酱油几滴，炒香出色后烹一点高度白酒，加入清水，烧开后调一点酱油、糖、胡椒粉，转最小火，盖上盖子烧1个小时，把肥肠烧趴烧糯。我发现大家实在是太厉害了哈，想吃香肠都找到老板那里去了。你们是怎么找到老板的账号嘞？本来开始我还不相信，后来才发现结果还是真的。说老实话，这个香肠真的是，哎呀，做不出来，没有精力做啊。你就是叫我赚这个钱，我也赚不到，真的是没有精力。现在就是陪小孩子的时间，很多时候都没有了。所以说大家多多理解一下。肥肠烧来差不多了。把这些姜、葱、辣椒全部夹出来不要，再调上一点果干酸辣，和转的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看到这个颜色真的是下干饭安逸哟。酱油肥肠一般都是用这种土碗装的，下面给你垫点土豆，一碗的话12块钱，撒上一点葱花跟香菜，上桌就可以开吃喽。非常好吃的酱油肥肠就做好了，经典的川味家常味，吃起来就是下饭的味道。肥肠也是软糯又鲜香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原味刚刚好。就是油多了点。酱油肥肠的嘛，老板儿。好吃。又不是清水煮肥肠，这一碗你说卖好多钱？18块，16块。大家猜一下这碗能卖多少钱？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40块钱的生肥肠就烧了这一碗，你16块。那我不吃。这碗嘛，你不说别的，你卖个48块钱嘛。我就只吃得到这个18块，你卖就卖，不卖就算了。18块你只能吃10块肥肠，下面全是土豆萝卜。这肥肠吃臭了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我看你还接家常菜。免费吃就吃点呗，要抽钱太贵了我就不吃呗。